好，幽灵联署啊，检方侦办。那今天在立法院，法务部长被记者追了哈，你是不是办案不办律啊？法务部长呢好像不愿意去讲哈，然后呢委员有质询哈，那所以他快闪啊，记者问他快闪不回应啊。那另外呢，因为媒体追问嘛，为什么被检方搜索都是国民党部了哈？那他就说哇，立委要询问我先到委员会去了哈。另外呢，这个高雄有双罢嘛哈，说因为牵涉到幽灵联署了，陈其迈市长就说呢，这两个被罢立委表现很好啊，所以这个系统性的舞弊不可取，支持检调彻查哦。那问题是他们表现很好，国民党被罢委员表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呢，基本上说，如果陈其迈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所以表现很好就可以不被罢。今天我看到国民党被罢的都表现不错的，表现好像，但我也不能讲说没有罢都表现不好了，但是实际上都是所谓投票成绩的哦。那个记者联谊会的投票，然后还有很多的评估，他们都是前1、2名的哦。当然嘛，因为你表现得好，口才好，会辩论，常常质询，仇恨值就高了嘛。这就是这样啊，政治上的这样嘛。这个爱恨的这个。爱你也是恨你嘛，其实就这样，而且恨的力量比爱的力量有时候还大啊。那这个高雄的这个负责人呢，徐尚贤说呢，他说他有代签联署书了哈，他爸爸说这是逼供啊，他爸爸说所谓代签书，不是有些写的比较模糊，我就帮他重誊一下嘛，类似这样哈。那将来那个等到那个2阶的时候更是这样，因为2阶是一张纸，我看过只有很多行，但你很难叫每个人都填每一行嘛，所以他们现在还是说你只要填1页就好，然后呢有义工就帮他们再誊，但是到时候你要附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这个罢免书了哈，所以誊可以啊，没有说这个一定要自己誊，不，但另外如果说你原来你们就有签的，不是这张有签，我只把你整理到同一张上，免得送到那个中委会那么多嘛，中选委也看死了哈，所以只要原来有签就可以了。那这个黄迪锦如、曾凡川被吴宝请回了哈。那北检说呢，不是回来就回来，要等到收到法官的裁定书再研议抗告，还是把你们关起来不可，怎么就给你们放了哈？那另外呢，为什么哈这个死亡联署被约谈被羁押哈，只有蓝营了哈，绿营也有啊哈，就算数目少也是犯罪啊。那法务部长说个案不同这针对个案啊。那另外呢，这个基隆因为蓝军在讲嘛，罢免林佩强有116件。伪造啊，看起来不对啊，那检察官说开始了，我们也查了那但是呢说早上6点半去问所以呢就有人抗议，那么早我们就睡觉来吵我们干嘛？那现在检察官说呢，这个是有弹性的你可以这个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就去那另外呢，翁小玲说呢，这是故意设陷阱害年轻人，中选会说这是法盲乱讲造谣那另外呢，这个修法，因为国民党原来修的那个选罢法嘛。修的比较严所以呢，民进党员是反对的所以大家都赶在那个1阶之前，法律生效之前赶快送件，因为中选会有解释说，法律生效之前的时候你就按照1阶，不要验身份证什么一大堆那结果呢，现在他们就说你国民党你看看对不对？你们要把加严5年以下等等，这个都是你们自己把它修成加严的所以你们作茧自缚了。我们看一下。所有各县市你通通可以搜索了，那个是法院核票的这不是在打击政敌吗？这个是依法来处理的。因为被查的几乎锁定蓝营，痛斥检调变成打压政敌工具。台本你以前怎么不办呢？台本你以前有办吗？你还好意思在这边？我怎么？你好意思在这边讲？怎么不办？来，就是要再来看，来侦办的嘛。再来看，我跟你讲，你们选择性办班，在这边还可以大言不惭。双方讲得越来越激动，场外更是要再次重申。检察官依照证据的一个收集来做一个来做案件的一个侦办那这个没有什么一个办案不办律的。只是民进党反击，提出去年提案修法，让连署造假判重罪的，正是国民党不分区的翁小玲。罢免案的各个阶段都是适用旧法，而不是适用新法的规定，他是故意设下陷阱，那么让很多这个罢免案的领衔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查核到底联署书本身的真实性。不是回力标问题，再把球丢回给执行单位。好，问题。
我先讲一下，就是呢，其实在这整个的办案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中线委员也讲了非常的多。这里面办蓝不办绿，而且呢，办蓝的那个动作都是粗暴粗鲁，比如说那一种清晨啊，然后呢就去查你的这个案子，然后甚至于呢就要求要开那个门，然后有些人还甚至于都来不及穿好衣服，这样的状况其实都非常的多。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示身份啊等等，然后85岁的老妇人，然后呢她离开地检署的时候呢，这样说一声说我冤枉啊，就整个人就昏倒了。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让人看了真的是惨不忍睹。一个国家的司法可以变成这样的工具，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悲哀。现在到处在谈的那个问题，其实都是谈那个笔迹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因为我们呢，其实都新闻如海一般的多。其实你知道，在第一阶的时候，第一阶段联署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罢蓝的那些联署书大量的送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多笔迹都是一样的。好，那当时呢，他们的说法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有很多人在，就是刚刚赵先生所说的，在联署的时候呢，一张联署书只签了一个人的姓名、联络电话、地址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资料，所以呢，你一张里面可以联署的可能是10个人，可能是20个人。那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那你就把它誊抄到另外一张里头，集中誊抄。关键点是有没有违法的代别人联署。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只要查到你笔迹相同，就说你这个一定是代抄的，你这个一定是伪造文书。那前面一阶段的时候，中选会还出来解释说可以这样做，突然之间这边全部都查起来了。现在司法用这样子的大刀，我讲这件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过去类似的案例都曾经发生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早年的时候啊，大家都不记得的一个人叫做萧金兰，我想赵先应该记得，萧金兰立法委员，国防委员。那时候呢，在选举的前3天，高雄那边选，高雄，因为他是我从小认识到大的立法委员，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呢，在选前3天，突然被查办贿选。然后说他赠送的礼物超过了那个金额，30块什么？30块钱是不，那时候好像还是什么多少钱这样子，就铺天盖地哦，还要羁押哦，然后他就落选了。可是他只差一点点落选哦，即便这样子办，他都只差一点点落选。就不查一定会当选的了。对，选完了之后呢，他就不起诉了，选完了就不起诉了。这就跟在选前的时候，一堆里长被办到大陆去，然后接受招待，其实是一样的。选完了不起诉了，就是你这种在选举之前有这么多的检察官，这种政治大动作，可是我们一直拿检察官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没有认真的去检察系统这一种在关键时刻前的办案，到最后如果不起诉，或者地方法院判决是无罪的，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惩治这些检察官？我们都没有去讨论这件事情。问检察官，请教好。他们都升官呢，你可不可以弄一个法律譬如说一下检察官？这个当时起诉3中案马英九那4个检察官，都升官了，起诉立刻升主任检察官，对，立刻升主任检察官。那检察官为什么要这么听上面的话呢？因为就是很简单嘛，就一个人事权嘛，他一个人事权握在手上的话，那当然他就可以控制很多嘛。第二个就是说，他一个什么样，他检察长有一个指分权，那他如果想要 promote 你的话，他就把一些能够曝光的案子指分给你。那很多学弟学妹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因为我们每个人侦查不公开，我们不会去跟别的检察官说。那他就是看到你一直曝光，你一直好像办大案，所以他可能在主任投票的时候，他就会投给这个人。所以用人事权去控司法官是有它的效果的。那为什么法官同样的法官终身制啊，检察官应该也是终身制啊？为什么法官就比较能够抵抗？法官的系统，他们的系统跟检察官也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法官他们很多人就是觉得做阳春法官就好，他们上去2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很多人宁愿在1审当1审法官就好。那检察官的话不是，他可能是往2审去，或是当主任，他工作相对会轻松一点。所以在这样子之下，就很多人就想要往那个。有没有弄检察官说，我也跟法官一样，我这光赶检察官，这种人也很多。对，但是今天政治人物想要操控司法，他只要几个检察官配合就够好了。对，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检察官其实他们想法是不会去
配合政治人物这样玩，但是少部分还是难免的。那为什么都集中在北检呢？哈，北检是不是经过特殊的？不止北检了，不过北检因为有特殊原因啊，北检最重要的这个主要案件都在北检，主要在这里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制度呢，因为在美国是你如果起诉了，然后最后判决下来，他是属于无罪的话，检察官是会受到惩治的。那日本也是，台湾不是哦。台湾这一类办政治案件的检察官，最后呢没有起诉也好，或者是没有这个没有判决确定，或者是判决无罪也好，通通升官。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司法体系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皮皮的证明钱继续皮皮的，而全台湾拿他无可奈何。不，你看以马英九的案子，就是说只要起诉了就升官了，不管你那个结果是不止马英九，每一个都是。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呢，这个你如果想要升官的话，你就像周先生，你就要听上面的话嘛，要配合。如果你想做光杆检察官，那另外一回事。但是年轻检察官很难说，都不受上面的影响啊，都完全说我这个从此我就一辈子在这边这个做个检察官，可能还不少人还是想升迁的啦。那你要升迁，你就必须要迎合上意嘛。你不迎合上意的话呢，可能这个像刚刚这个钟宪兄讲的，这个能出风头的法案就不给你啊，或是这个上面可能升迁也不提报你啊，等等，就很麻烦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国民党有些民代去自首，说那天呢，这个推倒拒马了。刘松藩说，我们传朱立伦、谢龙介、杨志宇，为什么？按照集邮法要首谋才可以的。你不是首谋，你去蹭上去还没用，要首谋首恶分子那这是给谢龙介的传票那刚刚他传给我的这是给谢龙介的传票分局长张家煌发给他的那这个日期呢是114年4月28号上午10点然后呢到这个公园路15号2楼这个分局的中正1分局的侦查队那传他们所以已经收到传票了那这个好，那另外呢，我们看除了传票以外呢，这本来是说今天下午要收，传出来说要收中央党部了，不过检方否认说下午并没有收中央党部，本来也传出来下午3点警察局约谈朱立伦，所以也没有那就是28号那林涛说呢，这是绿共国家机器迫害国民党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峰会前就要传这个首谋者，那刘世芳有没有失算？他现在算了一下呢，峰会前不传，峰会有在传，426是峰会，428再传那另外陈学正是说了说426一定要比419人多了，否则的话呢，国民党准备收他。我想426一定比419人多了419人晚上临时发起的嘛，426人一定会保证会比419多，而且会多很多那另外呢，这个郭玉琴委员是说呢，这个426在凯道呢是影响到统测的学生，后来他们查说附近没有统测的市场，没有这个考试的市场所以呢，林涛说你是不是拿孩子当政治攻防的工具了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呢说我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说因为他曾经跟赖清德喊说你专心国政，不要搞政治了不搞政治是不可能，总统本来就搞政治了但是呢，你不能只搞政治，你国政还是蛮重要，民生问题这么重要吗？你这川普真要搞你的税，真的加税你也受不了你看那个周荣泰怎么讲？他说我们研究了1-2个月川普结果呢，我们认为他最高关税只有30%，就搞个32%，我快昏倒了。你在讲什么？如果我认为说你会32%，为什么昏倒？我说我猜的对了，你看只差2%。就表示他原来根本不是认为30%，原来可能就认为5%、10%。我们台积电送你了，我们整个跟你那么好，一起抗中保台，怎么你还收我那么高关税呢？原来想都没想到，才搞得手忙脚乱怎么原来想到30%，我才不相信的那国民党说呢，卢秀燕蒋万安接力示警，说呢大半本气氛已经改变了。我们先看看刘世芳怎么讲。
按照这个台北市警局他们的这个搜证的过程知道说首谋者就是会请台北市警方先传唤朱立伦主席，还有谢龙介委员以及杨智瑜女士。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真的是台湾国的内政部部长，权力好大，还可以指挥检警办案，瞠目结舌。这根本就是绿共国家机器的迫害。来，永平，刘世芳是确实是有点捞过界啦，因为他内政部长是可以管警政署，而他的发言呢，我觉得也让大家可能搞不清楚，以为台北市警局是听蒋万安的，不要误会不是是听内政部警政署的。但是呢，通常你认为说有必要去传唤或者干嘛呢？还要有检察官的参与，那检察官就是法务部的所以林涛骂说呢，他自己扩张他的权限然后呢，刘世芳自己在台上呢，他就说我砍我们民进党的预算他把那个整个国家都当成民进党的而且呢，也这个也露馅了，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等等，就刘世芳的问题其实蛮多的。那说实在的在现在就这个案子本身，刚才我们做过检察官的吴宗宪立委呢，也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次呢，最大的争议呢，就是检警双方呢，他的整个去侦查的手段过当。那不止过当呢，其实在这个很多人的说明里头，这几天网络一直在传这个卢秀燕市长讲的一番话，我觉得他讲的最好。他讲说呢，其实你要为什么这个公民团体联署了这些书、这些名单之后，你要再送去给地方选委会，你要再送到中选会？因为呢，这些民间团体的人没有能力来确认说里面的签署是不是正确的，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户籍资料的？它不是民政局它没有这些公权力所以呢，政府就有一个纠错的机制。那政府既然纠错的机制了之后，你后来根据政府已经帮你纠错过了，你最后送进去的，不管一阶有没有通过，二阶有没有通过的那些名单，都是政府已经帮你纠错过的，你算什么伪造文书？也就是说，你这个伪造文书的基本的部分，你根本没有成立而政府就是因为知道你民间没有能力去辨认真伪，所以他才设计这个制度，给你做一个纠错的机制那你这样子，你凭什么用伪造文书去弄？那你既然连伪造文书也没有能力执行，也没有动机去执行，那你算什么组织犯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整件事情呢，情况很明显，但是我要讲一个很严重的，当你司法过度的考虑政治，司法变成了执政党打击异己的鹰犬跟工具的时候，你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那个85岁的那个奶奶，高雄的，她当天联署，她昏厥之后，我跟各位讲，我85岁的妈妈，她感同身受呢，她晚上就睡不着觉。那他本身呢有 Parkinson 这个问题，他就马上手就抖得很厉害，他就得去再去吃抗焦虑剂。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是影响很多人，那也要注意蓝营的基层呢，也有因此激进化的倾向我还接到那种电话，说我今天70岁了我烂命一条，我要拿汽油弹，我去跟他们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整个司法不公呢，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于稳定社会、民主政治呢最严酷的考验。所以蓝白426呢，第一个一定要展现力量，第二个我觉得可以严肃的考虑倒阁的问题，因为最后我讲一句，蓝白不要那么没有志气。国会全面改选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罢免总统？2/3席次以上就可以罢免总统了。对，其实刚刚大家已经讨论过伪造文书这个责任在哪里你就去抓到那个伪造的人才对如果基隆现在的搜索方法是一个一个去问那一些有在联署单上说你有没有联署，你有没有联署，最后才来推论有没有伪造文书，那请问一下，台北、台南、新北为什么直接就去搜索领衔人呢？对不对？为什么直接去搜索领衔？你要去找行为的当事人嘛？行为当事人是谁？
你就去找谁嘛，哈，那。今天不是哦，他先从大头给你抓，然后从你的通联记录去找啊，然后找，其实他都不是要去抓伪造文书，他就是要我们黄旅的手机啦，我们陈冠安的手机啦，再看看说我们内部怎么讨论的啦。其实就是这样，就像刚刚凤馨姐前面讲说，去大陆的那些里长回来以后，全部被带到地检署，你知道他们被问什么吗？请问你为什么要帮徐巧芯发赖，请大家去参加他的活动？你为什么要帮赖世宝助选？哦，是不是大陆这个教唆的？然后里长就瞠目结舌的说啊，我就国民党籍的里长啊，我帮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辅选，哪里需要人家来教唆？可是检察官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去查说你去大陆干了什么事，而是要去查说。谁帮这一些立法委员选举？所以你到底是要侦办的是选举案件、分析选情，还是要侦办犯罪？哦，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很多律师朋友在讨论，真的不能告检察官吗？但是检察官侵犯人民权益，就算被你告成，最后是什么国赔？所以检察官根本不怕，反正国家会赔偿。那检察官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因为检察官呢起诉你没有罪，他也不受处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陈水扁最近演讲了哈，他说呢，对真正的民主是对少数的声音要尊重啊，不能说意见不一样就是叉叉同仁，就是中共同仁啦啊，他只没讲中共而已了哈。但是他也不好去讲赖清德，他说每个总统都有他的做法哈，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了，所以他只能讲他自己了哈。他说呢，他当时是朝小野大哦，那个时候呢，人家讲话不中听，他也要包容哦。而且清算绝对不是对付在野势力最好的办法，哦，那所以他说他当时还觉得低姿态，在前2个月就拜访了李登辉总统10次哦，那个时候呢，军方哦，像陈振香啦、陆军总司令啊、海军的苗永庆啊，其实都不支持他哦，但是呢，他也没有因此把他们干掉哦，他可以把他们拉下来啊，换个将军啊，哦，他说呢，当总统就是要包容。尊重不同的意见，否则你把他们拉下来以后呢，军方的士气就会打击了哦。那另外呢，他说民主不可能有一言堂了哈。那因为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给对方戴帽子哈。他说呢，现在推大罢免哈，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对错了哈。但是呢，他当时也被罢免，陈水扁的时候人家要罢免总统了哈。好，但是呢，他虽然 Kimoji 不好，但是也不能有 Kimoji 啊。所以呢，这个他说，如果大罢免成功，一个人会后悔，就是尹启悦啊。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尹锡悦啊？为什么尹锡悦当时不用罢免，要用这个戒严的方式就被人干下来哈？所以呢，他说呢，这个清算不是对付最好的方式。哦，网友开始一批就骂他说，该抓去关了啦。他交保在外面这个看病了，还这么发表什么言论哦？该关回去了哈，等等哈。就开始反对他，不过他又在剖，他说不能意见不同就抹红别人。这次呢，风向变了，网友赞他，讲得不错哦，讲得不错哦。那我们看看陈水扁怎么说的。曾经伫总统任内，每年去互人罢免4届的政治人物呢，什么人会比较较济届？一届就咧挡袂牢，我是4届呢，所以我有我的期望值。卸任后首度公开演讲，陈水扁举自身为例，接着这番呼吁更似乎带有弦外之音。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不是总统上界大，总统一个人咧决定，无迄个讲什么人咧上界大，多数袂使批评的。台下听众笑声频频，不过陈水扁既没直接点名，遇到关键字还记得自动消音。民主一定要有界限，袂使讲我说了算。你意见跟我无同款，你就是跟什么叉叉同路人。此话一出，网友到陈水扁脸书留言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别再下指导棋。还有人称后悔从台北市长到总统都投陈水扁，决战罢免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支持者检视。亮君怎么看陈水扁？我想这个陈前总统当然他对于政治上有很多这一些看法跟想法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确实在执政党现在就是说大家讲说啊，这个朝小野大的状况底下，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合理或者是能够让
台湾持续往前运作，这其实是一个我们最在乎的关键了。所以我想，对于陈前总统他的这些想法，大概就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了。那我回应一下，因为刚刚几位来宾有提到几件事情，我也在这个时候特别回应一下，就是说，刚刚一直提到说这个联署书抄写的事情了哈。那其实，在第一阶段这个提议联署书里面，我要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其实第一阶段的罢免提议书，它其实是一张就是一个人，并不是一张填写好几个人。第一阶段的联署书格式是一张填写一个人。那么你在上面所填写的这些资料，如果有些长辈他确实可能写字比较紧张或什么的，所以你在前面各自的部分呢，如果你是由志工或者工作人员来填写，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签名的部分，一定是要由当事人来去做签名或者是盖章。那我想这个检调现在在针对有抄写或是伪造的部分，恐怕就是在签名的笔迹上面看得出来说，可能好几十张或者是有几张全部签名的部分上面的笔迹是雷同的，所以检察官才会来启动调查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要来跟大家做点厘清哦。那大家有讲说是不是这个办蓝不办绿哦？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自己去看一下整个在地方上面，因为其实各个选委会也有发这个罢免的查询单，然后检调单位有去查，实际的状况底下呢，罢免蓝委的这些公民团体所发起的这些联署书，他们的这个错假率是5%以下。那5%以下有没有被查？有，我跟大家讲，绝对有。你们去看，其实上个礼拜也有出好几篇的新闻，也有提到说，这个有罢蓝委的民众有被查说这个疑似造假签署的状况，但实际上检察官去查完了，调查处去查完，市调处去查完了，发现是什么？发现是这个父母亲他的这个就是视障朋友了所以由他儿子来代签，然后父母亲也同意的状况底下，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其实检察官在蓝绿罢免蓝委跟绿委的状况底下是全面的来去做清查。那也确实，大家有讲说啊，怎么清晨早上6点就去敲门等等的。我觉得现在大概是整个北检针对这个罢免联署的部分是比较积极的去调查，所以在整个调查的行动上面，是不是真的有扰民的状况，或者是造成公民恐惧的状况？我觉得这不分蓝绿，大家都可以来去要求，或者是要求检方跟市调处来去调整，这没问题。那再来就是大家最后讲一个就是说。罢免行动现在也看到说蓝营也有发动罢免绿委这其实大家都可以，因为这就是公民的罢免权。但是谁的罢免理由是最有立论基础，或者是最能够获得公民的支持，这个就由投票结果来看但是你要去讲说啊，这个警察局啊或者是地检署啊都听都听中央的，我觉得这就过头了啦就是说台北市警局为什么在那个台北市警察局其实是听警政署的，很抱歉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连送败选的时候，当时下令驱逐这些蓝营支持者的是谁？是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所以你要讲说台北市警察局听警政署的，我觉得是没有这回事啦。那所以你说不管在台北市这些违法集会也好，那为什么蒋万安市长没有去做驱离，甚至自己还声称以公民的身份来去做参加？这其实会让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这个在这个逻辑上面或者是在他的职位上面，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林议员，你公开这样讲，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不是听警政署的刘世芳内政部长，凭什么出来公开的讲首谋分子叫做朱立伦，叫做杨志瑜，这个其实在当天的晚上。其实，在当天的晚上，这个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也有提到说，他们针对几个带头前往这个来去做集会游行的部分，他们也针对杨志宇，然后朱立伦也是好几度的举牌。那这个部分是违法的集会游行，那违法的集会游行当然就是要办所以这不管是在市警局也好，或者是在警政署更高的立场也好，违法就是要办，所以没有所谓的市警局听警政署的问题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对啦，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请问一下内政部长凭什么指名？就内政部长可以说，只要有在违法的情事，通通办。那么谁是首谋，由警察局来认定。可是刘世芳不是他是直接点名直接点名这件事情不是指挥办案，不是指导办案。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基本上我们的警政是两条制啦，就是这个双头是怎么样？两条边啦。一个是说呢，台北市政府有管道，议会可以咨询警察局长，但警察局长任命呢，基本上
是由内政部来决定谁来当警察局长。但是呢，后来因为当时国民党执政，就警政署就派警察局长，民进党就反对嘛，所以后来才说，他就先征询一下，礼貌上先征询一下这个当地这个首长的同意，或者有的时候给个2个，你要不要挑1个？大概整个发展的过程是这样，好吧？这个联合报是说呢，如果赖清德不能够听忠言逆耳的话呢，逆耳忠言，陈水扁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中共同路人？我觉得也不稀奇啊，这有什么奇？林濁水都是匪谍了，林浊水是台独的理论大师，都变成匪谍了哈。那另外呢，现在说大概蓝军会被罢的通过2届大概是坐实无王20了，就是说这个大概就是20个左右了哈。那绿军会罢的呢，他们现在说要做重点选区，也不可能罢掉15个了哈。我判断大概就是最多5个了，最多5个。那大概是要全面罢绿不可能，要全面罢蓝也不可能。不过罢蓝的尾还是把绿的尾多很多了，还是多很多哈。来，这个张群兄，就有关罢免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这个可能到真的有进到第3阶之后，大家开始打热战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比较准啊。因为现在在2阶的时候，到底该打热战还是冷战这个其实是有点尴尬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以现在的数据就来看。那当然，这国际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觉得渐渐的开始走出来，大家开始比较大声了以后，我不认为说做15忘20这个一定是啦。那当然，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到底要走向倒阁，还是要走向罢免？其实这2条路，其实也讨论了一段时间，各有利弊。那当然，最后我们会选择一条我们比较有利的方式，但是我必须在一边也要跟大家讲，民进党这段时间让我们比较受不了的就是你要罢免，你说这是人民的罢免权，我也没意见啦，但是你不能把人民宪法上的权利拿来当作是政治的攻击武器啊！你等一下玩弄人民，你不是在主张维护人民的权利耶？就像你告诉人民说蓝白烂3预算，那烂3预算你应该拿到是史上最低的预算啊，你怎么会是拿到史上最高的？所以这逻辑基本就不通了嘛。所以啊，我就跟很多人讲，我说妈妈爸爸妈妈给你生活费，妈妈看你都抽烟吃槟榔，把你抽烟吃槟榔的钱砍掉，然后你跑去跟爸爸说妈妈把我吃饭钱砍光了，请你们离婚，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逻辑嘛。这就用这个方式一直在骗人民。事实上，国会你去看，根本这些钱就没有删，然后现在整天在外面做假新闻。林佳龙今天又说了，我们的护照只能用到10月。那是来送，赶快来解冻啊！他不解，这很奇怪吗？今天有内幕啊！今天说那个有人出来吹哨，说那个行政院还下令说，所有各个部会已经做好要来解冻了，他故意把它压下来，他故意为了那个大罢免要添柴火。那现在就是明确知道说冻结预算的是谁，是民进党。目前一个解冻案都没送来，因为包括我们的那个提案里面都有3个月多久内你要送，结果你已经案子都写好了，结果你故意把它放起来，你这样对不起人民，故意把预算把它冻结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陈水扁是会变成中共同路人，我再注意看，到底会不会步着林濁水的后尘，变成中共同路人哈？来，细看你认为怎样？这蛮危险的吧，陈水扁。你看林浊水都变了嘛，而且现在网络上看最近这已经是陈水扁第2次讲话，对不对？他每次脸书都被灌爆。接着一堆人喊说把他抓回去关呢，也说我们要。接着谢长，其实之前谢长廷也有说了，也类似。对，我现在就在提醒这个嘛。你现在今天我们在讨论，你看陈水扁跟刘世芳，没有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跟不一样2个人。这段时间比较资深的民进党这个党员，特别美丽岛世代的，不只是陈水扁谢长廷、李秀莲出来，他们讲的话都还是有那种民主的那个素养，或者语重心长说，为了整个台湾，所以你不要说不同意见就扣人家一个什么中共同路人，也不要再去抹红。然后可是相对你看刘世芳完全是变了。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你现在打在 Google 上面打刘世芳打集会游行，你就发现他以前都讲过要把集会游行法把它废掉，这个是以前民进党很多人提的嘛。以前民进党就是在街头上起家，他们不要说推倒像。追准他们什么在别人前面推倒剧嘛？他们战绩立反战内行的，对他们来讲都稀松平常。以前有被办吗？连蔡英文自己都讲说集会游行法是要废掉的，他们没有，所以你要看得出来，以前的比较资深的美丽岛世代的那个有理想色彩的陈水扁、谢长廷、李秀莲这些人，可是他们现在基本上手上都没有权力了。有权力的这个新潮流这一票人，他们在这个司法在玩法，然后就是推翻以前他们那个理想性。另外，我提一个很重要的刚刚在讨论说。
到底有没有办理不办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目前为止啊，中央选委会去告发，只要有1件以上涉及是死亡联署，就是往生者联署，或者有疑似这个伪造的，民进党是联署的罢免有几个案子？15个，另外有一个是。这个是另外这一件，就是高虹安的案子，就是有16个案子。然后另外呢，国民党联署的这边有几个？17个案子，是16比17哎。可是大家看看，现在民进党的一个案子都没有办，0。国民党就办了几个？5个，5比0。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办蓝不办绿？清清楚楚啊，5比0啊，碰到民进党都转弯啊。而且刚刚我们就提了，你如果从案例去看，不是只有之前韩国瑜这个案子，韩国瑜他是很清楚跟你讲，就是说你负责联署这个人，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辨识，对不对？还有一个案子就是郭台铭有5172个案子，今年的3月份已经全结掉了，就是因为你联署的不负责这个嘛，而且他不止没有收手，也没有收押，后来就结案了。那从韩国瑜从郭台铭根本就不需要弄到现在什么样，现在都弄到什么组织犯罪了。我倒觉得从比例原则，从这个办蓝不办绿这个，现在我觉得政府啊，还有检调单位欠我们一个交代。下次就是匪谍啊，匪谍，这联署这个匪谍，好不好？何仁杰这个涉共谍案，国安会今天立法院叫国安会报告了，国安会呢一个人都没去，不要说吴钊燮没去，其他人也都不去。黄国昌说，他是不是吴钊燮心虚不敢来到底怎么回事？外交部说，因为他的部长助理涉共谍案嘛，政务及聘雇人员不在特殊查核范围，所以跟他们无关。还有这个例外的国家安全，到底讲外交的机密是很重要的哈。那前军情局长叫刘德良，这个更可怕。他说，在台湾的共谍潜伏的有超过5000人，到底在哪里？那民进党就说都在国民党里面，但现在抓到的在民进党里面，那到底怎样？说呢，如果在政府里面或政党里面或智库或企业，威胁就相当的大哈。来，亮君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当然就是共谍，大家其实不管是蓝或绿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要全力的来要求相关的单位把它全部抓出来因为大家现在一直讲说啊，这个共谍就藏在民进党里面。老实说，你说这些人现在被抓，民进党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帮他们讲话吗？有吗？没有嘛。所以大家对于共谍这个事情是全部都希望说，如果有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就把它全部抓起来。那你今天要去讲说啊，这个民进党背后是共产党，我觉得这逻辑不通啦。所以现在不管说是在军方里面，或者是在政府单位，甚至在政党里面只要有这样子跟中国之间有包含对价关系的提供相关情资的，我都支持，也全力的希望检调单位都能够把他们全部的清查出来。那如果要依法受罚的话，或者是要来判处相关的刑责的话，也必须要来全面理清。我只是不解因为军情局其实基本上是像美国的这个中情局 FBI 是负责国内，中情局负责国外理论上也是在台湾大概就是这个调查局啦，那大陆大概就是中情局啦，然后这个国安局来统筹了那如果知道有这么多匪谍为什么都不抓呢？怎么才抓那么一点点呢？而且每次抓完，那个法院判好像大张旗鼓抓，然后法院判很轻，就是好像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匪谍，就是他的机密也不是那么重要。那这5000人到哪里干嘛？怎么把他抓出来呢？所谓民进党是以抗中起家的那你抗中抗到自己变成匪谍窝，这不就是一个笑话吗？就像警察局，他本来应该去抓小偷，就警察局自己的保险库被盗窃了。好，这也就算了。刚刚亮君说的对，共谍我们都要谴责，但民进党比较不要说不要脸比较奇怪的是，他明明自己的共谍不抓，然后一天到晚拄着拐杖说你是共谍，你是共谍，你是共谍，那这不是很瞎吗？好，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让人家觉得说比较错愕。再来就是大家知道419民进党的这个凯道的集会，他的诉求是什么？他的诉求叫拒绝419不是民进党办的，没关系，拒绝统战，守护台湾。那这个主办的团体真的应该去跟民进党说，他抗议的对象就是民进党。为什么？被统战的人现在都是民进党内的共谍都是民进党内，所以原来419
是在跟民进党呛虾，说你们党内的自己的这一些共谍抓得干净一点。而且我觉得办共谍办得好奇怪啊！你看办伪造文书，好了，伪造文书也是个犯罪，哇，搞得像天下要大清一样，大搜索、大调查全部进去人家家里给人家抓走，给人家搜索。共谍耶，就那几个人名出来以后，没有了耶，没有了耶。他的这个上限是什么？下限是什么？如何交付情资？如何收买他？没有了呢。抓黄旅，为什么黄旅无保请回？那个理由裁定书真的写得让我觉得很难过，说法院认定北检无任何证据，不是证据力不足是无任何证据，只以推断说他是4党部的最高负责人，然后就推断他说他是指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何仁杰是吴钊燮长期的这个机要秘书13年，对，那外交部的最高领导就是吴钊燮，那我可不可以推定这个何仁杰的指示他的人就是吴钊燮？那为什么不搜索外交部？为什么不搜索吴钊燮呢？所以检方的这种被法院这样打脸，真的让我觉得他们自己不会觉得脸红红热热的吗？无任何证据，你可以把一个75岁的长辈拘留超过24个小时。然后最后说是无任何证据，只觉得我觉得你是，这个是很荒谬的。我想问吴钊燮到底有多心虚，今天不敢去立法院，而且没有请假？我也想问外交部是有多心虚，才会说机要人员跟我们外交部无关？但是外交部至少可以要提出一份报告，何仁杰他既然现在被认定是共谍，那么请问一下，他到底接触了多少机密资料？难道这些事情也是机密？难道他们连查都不查吗？这不是我们应该要面对。如果说今天面对共谍，就是应该要清查到底，对，我同意。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上上下下，你看到对民进党没有人出来护共谍，但也没有人出来说要求要严办呢？20万元交保这件事情，民进党上上下下没有人说轻办呢。吴钊燮没有出席，民进党上上下下也没有人谴责吴钊燮。外交部说这机要人员跟我们无关，民进党上上下下也没有人谴责外交部。那我请问一下，民进党真的想要办这一批共谍吗？还是因为美国交办你非办不可？但是点到为止呢？我看是美国交办了，否则的话，因为我们看不是检调办的检调还觉得很尴尬，怎么上面交办？对啊，那上面怎么知道这件是匪谍呢？通常是检调才知道嘛，上面怎么知道？上面交办了，那一定是美国交办的嘛。尤其是吴钊燮，美国因为他去年已经知道有问题了。美国因为在大陆也布建很多情报人员，硬从那边拿到情报，说这情报哪里？台湾来的，台湾谁给的？这样循线追，然后要求的。来，这个庄元兄，没有，我自己像我今天是担任召委了哈，那他今天没有来，但他事先也都没有跟我讲，所以今天。都没有请假，也没跟我讲。那当然，他今天民进党的委员又是既如往常一样，就是护航政府官员嘛，所以他们都开始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还要我们拿出说以前可以请国安会派员到立法院的前例。那我们也是找出了很多件前例，我们还找出蒋纬国好像去过，对，我们找出2013年那时候那个那时候什么康啊，段宜康，他担任召委的时候还谴责过国安会不派人来，那我们就用一样的模式来走嘛。所以今天后来他们投票通过，就是谴责国安会。那当然，而且我今天其实我还是很善意的，我没有指明说要国安会的谁来，我说你们至少派一个人来。那我那个报道那个栏我还空下来，让他们派一个人来就可以。结果他也不来，一个都没有来啊，不来他也没有跟我请假，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刚刚他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我们不应该就是做这个谴责的动作。那我想说，没关系啊，反正什么事情以前民进党可以做，现在国民党做就不对了。这个就是双标。所以国民党谴责立法院邀请国安会派人去，没有谴责它里面出了一个匪谍，这不很奇怪吗？不过我真的心要讲，就是说，因为吴钊燮在去年就已经知道何仁杰有问题了，可是呢，何仁杰被辞退了之后呢，他还是去参加何仁杰母亲的丧礼。所以你说吴钊燮跟何仁杰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这么多的问题，觉得真的是血气上涌，血压飙高你觉得法务部长也莫名其妙，国安会的秘书长也莫名其妙，教育部长也莫名其妙，行政院长更是莫名其妙。好，那说了半天，这些人为什么都不怕？明明立法院反对党是多数啊，很简单，你不敢罢免嘛，不敢倒阁嘛。我觉得倒阁了以后，就算赖清德不解散国会，他起码也要换人啊。那就算